S 级，是 S 一下。穿越到这个世界18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这是一个与万族血战不休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，所有这种职业作为强者才能活下去。而在今天的这个仪式上，我体内那道随我穿越而来，尘封了整整18年的信，将在仪式完成的那一刻被正式激活。我们江城居然出了个 SS 阶！一周，不愧是各项成绩都是满分的天才啊！怎么会？叶一舟同学，我们京都大学已经预定了，学费全免，每年3000万奖学金，再加一套城区独栋别墅。你说的这些条件，我们青山大学翻倍满足，还可以安排美女学姐陪读。谁家还没个美女了？我们也有御姐老师，别抢人。我是靠实力，就别吵了。哼，一个最底层的贱民，凭什么觉醒 SSS 级职业？老师，我不甘心。你觉醒的是 S 级御兽师，已是人中龙凤，万中无一。这小子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在这个世界，光有天赋，没有背景和资源，也是被吃掉的命。今年江城学院的推荐名额只有一个，可以直接免试进入京都职业者联盟。现在看来，就是你和这小子2选1了。凭他也配？那就让他没命了。这是右边界的投影，是万族入侵，鬼医打过来了。竟是僵尸始祖汉尼拔。就是你在召唤我。哇，好恐怖的威压！大家不要惊慌，这是觉醒的异象。退到护罩内，一切由我们来打。检测到宿主已经成功觉醒职业，满足激活条件，万物交易系统正在与您绑定。宿主在副本击杀任何活体，获得购买点，可用于系统商店购买万物，还会获得击杀活体数量10倍的寿命。奖励寿命，真是天助我！刚好弥补了灵气师消耗寿命的这个漏洞。叶一舟 ，SSS 级职业，灵气师。什么？觉醒的竟然是灵气师？好好的 SSS 级，竟然就这么废了？这个学生，你们爱谁抢谁抢吧。哎，这不是那个克命的职业吗？而且欺负的还是诡异族。我看啊，他这下算是彻底完了。谁不知道诡异族在万族里最弱？灵气师就是个笑话，还不如 C 级高才选。别人都是氪金氪资源，他这可倒好，氪自己。氪自己？诡异族最弱，如今系统在手，根本不再怕的。这个世界文化断层，神明已经绝迹，他们根本不明白汉魃代表着什么。那可是上古时期能与神明抗衡的存在。搞了半天就觉醒了这么个玩意儿，还以为能觉醒什么高级职业呢，这下省得我们出手了。灵气师每次契约都要消耗寿命，越是强大的诡异，消耗越大。哼。是个好苗子，可惜了。好了好了，同学们都已完成觉醒，今日起你们就是正式的职业者。大家回去好好准备，明天就要进入新手副本。明天就要进，你们要把握机会。啊！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这就会了，从业来验，那我来，加油！
叶一舟，在这个时代，你的这个职业就是个被判了死刑的废物职业，进入职业者联盟的名额你就别想了。我怕你还没进副本呢，就先把自己玩死了。说完了。明天我要亲眼看着你是如何惨败的。到时候可别眨眼。就算你是 SSS 级又怎么样？那也是个短命鬼。我会安排人处理掉这个影。不用了，一个自寻死路的废物，就他觉醒的这个职业，不等我们出手，他自己就先把自己耗死了。有些隐患，还是尽早除掉的好。青离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你在副本里大杀四方了。真开心能和青离组队，不像那个叶一舟，这会儿恐怕在劳务市场做苦力了吧？叶一舟，他还敢来，不怕死在里面？恐怕没有人敢和他组队。哈，你还真敢来！什么？居然无视我！看你进入副本还敢干这么嚣张！同学们，这道门的后面就是1级副本丧尸围城，准入等级1到10级，队伍人数1到5人。你们都是新手，最好组3人以上的队伍。记住，副本积分最高者将获得京都职业者联盟的唯一保送名额。青离，今年的积分第一肯定是你。那当然，能和青离组队，我们也能得不少积分呢。难道他要一个人进去？谁愿意跟他组队啊？打怪还得照顾他，比辅助还费。叶一舟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你出丑了。记住，要做得干净些，毕竟他是 SSS 级天赋，虽然现在看着很弱小，万一契约出一个潜力达到 SSS 级的诡异，就你们几个是绝对顶不住的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们可从没听说过一个刚觉醒连1级都没稳固的灵骑士能契约出 SSS 级诡异。他们强行契约跟自杀没什么两样。对呀，如果那小子真要用命去契约什么强大的诡异，恐怕现在早就没命了，那还省得我们去动手了。不要大意，速战速决。不对，好快的速度！检测到宿主生命受到威胁，新宿大礼包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商城首次免费选购权，以及10年寿命和100万购买点。之名地气木狐 C 级鬼手SSS 级。警告：该选项超出宿主当前等级可控范围，选择后生存概率降到0.0001%，请宿主谨慎选择。还寿，那我必须选它。惊天噬地，万鬼臣服。这一刻，谁都别想逃。旱魃，想跑，晚了。这就是 SSS 级诡异的实力。恭喜宿主与旱魃签订契约，成为您的第1只契约诡异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2只等级2丧尸级行者，您获得购买点2000点，并额外获得20年寿命。好险，差点就燃尽了。上这里的大 boss， 真他妈厉害！集中火力打他的关节，给我冻住！队长，我们打不过他，撤！什么？这副本里难道还有高手？
金阳焚天轮。花费100万购买点，成功购买金阳焚天轮 S 级。走吧，看看里面的 BOSS 长什么样。击杀了等级2丧尸级行者，您获得购买点6千点水平寿命。您的诡计击杀了等级3丧尸级行者，您获得购买点30年寿命。您获得购买点5000点50年寿命。恭喜速读等级提升到4级，购买点积累至50万点50万年寿命。不愧是 SS 级，这杀伤力真惊人。哈哈哈哈！看吧，我就说老师吹得太玄乎了。这小子气息微弱，看假风一吹就倒。看来他已经和诡异契约了，短命鬼活不了多久了。哼哼，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就算要死，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。哼！跟你说了也无所谓，反正你也是个将死之人。要怪就怪你挡了韩家大小姐的路。韩家大小姐，看来是因为那个唯一的保送名额了。哼，哥几个速战速决。哼，什么鬼东西？怕什么？一个新手职业者召唤出来的诡异，能有多强？钟哥刚才都没用全力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临死前还想跟我们过几招吗？看清楚，我们可是10级的战士，你一个刚契约的新手，拿什么跟我们斗？我劝你乖乖受死，还能少受点折吗？这小子真是狂妄到没边儿了！就你一个新手菜鸟，还想杀我们？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！今天我们就让这小子好好看看，他到底有多自不量力！啊！什么？我们竟然连他的身都靠近不了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召唤出这种等级的诡异？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10战士刘忠和2名队友，获得购买点1万点，30年寿命。记得托梦告诉你家主人，下次派个厉害点的来。我们走吧，我们去帮帮他们。怎么回事？华伦，这不是那个废物叶一舟吗？确定他是来帮我们的，不是跟我们一起送死？
me。秒杀了！不是吧？那 SSS 级废物竟然这么强！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5的副本 BOSS， 您获得购买点50万点，100年寿命。恭喜您首次通关副本，获得首通奖励技能升级书乘1，随机宝箱 C 级乘1，检测到您通关时间突破记录，副本评价提升至 SSS 级。希望这个宝箱能开个好东西，给汉巴整个好装备。该走了。太牛了！经理，这次的第一非你莫属啦！是啊，你的积分都快翻倍了，怎么会是？竟然没死！哼，一定是这废物躲在哪个角落。反正只是1级副本而已，不去招惹 BOSS， 还是能苟到最后。这小子的气场怎么跟进去的时候不一样了？加油！3000积分，清理小姐刷新了成分5年的新人纪录。不愧是 S 级预售师，韩庆黎这是美貌和智慧集于一体的天才少女啊！今年的第一必然是我。第一是谁啊？怎么会？什么？怎么是第2？除了我，谁还能这么强？你们快看，屏幕变黑了！您积分竟然这么高！手偷？是哪位大神？竟然这么厉害！叶一舟，是叶一舟！怎么是他？这是谁啊？前不要说叶一舟啊，来快打他！叶一舟，第一竟然是叶一舟！我之前还见到过叶一舟呢，你见过吗？快看大屏幕啊！真的好厉害！早该习惯了。彻底秒杀！不可能，第一怎么能是那个废物叶一舟？开什么玩笑！他一个刚觉醒的1级新手，拿什么整？凭什么能拿到第一？这根本不符合常理！让开！不公平！作弊！叶一舟肯定是作弊！怎么会？不是啊！谭经理，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出来？他根本不可能拿到第一，这一分是靠卑劣手段换来的。叶一舟，看样子刘忠他们是回不来了。家主必须知道这件事，在他真正长大之前，必须彻底抹杀。虽然说叶一舟现在是第一，但是不知道后边的能不能赶上。学长看我，我爸爸是商会会长，我愿意做你的9任女友。真给我们来人赏脸！他做到了。校长，今年江城学院的保送名额，还请您宣布。对，保送名额。叶一舟虽然很强，可这职业太不稳定，他也没有背景，也缺乏资源支撑升级。韩青离的背后可是江城防卫军军团长，韩家的天鹰工会也是整个南省最强大的4大工会之一，何必去得罪韩家？不如卖韩家一个人情。经过评议会决议，
本年度的保送名额授予，韩经理。太厉害了！变得没有猜错。对呀对呀。看吧，就算你拿了副本首通又怎样？保送人选还不是我？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别，底层永远只能是底层。毕竟韩家势力庞大，韩大小姐也是 S 级天才，资源什么的跟叶一舟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。叶一舟虽然有点可惜，但谁愿意冒险投资一个 SSS 级的灵气师？这个职业的风险太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雷。就是，到时候人财两空，哭都来不及。要我说，夏玲这个决定。你知道去年全国127名灵气师里，活过30岁的有几人吗？不能让他牵制住，以血为戒。水灵教不是学校不愿培养的，而是我们承担不起眼睁睁看着天才陨落的代价。真没想到，我只是好奇，被放逐的天才还剩下什么底气？听见了吗？连你最尊敬的校长都觉得你没救了。我明白了，校长。我会用自己的实力打进京都职业者联盟，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。小周，你回来了，快洗手，饭才刚做好。快来吃饭，今天的不愉快就都留在外面。姐，你都知道了。别管什么保送不保送的，姐姐养你一辈子。姐姐我可是 A 级治疗师，在普通人里也是收入天花板了，养你还是养得起的。就是，那什么名额，就算给咱也不要。咱家小周又不是没有那个实力，非得靠他们施舍。妈说的对，京都职业者联盟算什么？小周靠自己也能闯出一片天。妈，姐，谢谢你们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幽冥宫灯可装备于契约灵旱魃。幽影万魂可以召唤一名可以释放火球的暗障玄灵。暗障玄灵技能一：幽冥爆炎，对半径5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持续技能2：中烟余烬，对全场敌人造成最后一次范围伤害。在远古大战中，旱魃身穿青衣，虽然赢了那场大战，但是也丧失了能力。去了人间，却被人间驱逐，成为最终的僵尸。若是买下这件衣服，旱魃能力或许能更上一层，能帮助我考进学府。买这件衣服还差400万点，那就只能去找以丧尸为城更加厉害的副本了。警告：该副本变异史莱姆具有特殊能力，请谨慎选择。哼，就他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什么时候可以进？快看，那不是接手副本拿手通的叶一舟吗？他不是才5级吗？就赶来D级副本，而且连队伍都不组。这小子怕不是飘了，D级副本也敢单耍。就是，瞧他那小身板，进去不就是送死？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赶紧回西宠村再练练吧。我看啊，就是拿了个第1飘了，以为D级副本很好打。小子，这副本里的史莱姆，他们打不死，锤不烂。我看你啊，还是滚回新手村磨练吧，再来吧。
怎么哪里都能碰到你，真是晦气。韩大小姐不是已经保送了吗？怎么还亲自来刷副本？难道是担心自己的名额水分太大，想再证明一下实力？哼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拿第一了。谁知道你是不是作弊了，还有脸在这说我？看见了吗？这可是20级的战士，这种副本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在话下。你一个人进去，怕是撑不过3分钟。这就是老师提到的那个人，看起来确实不简单。哼，看来韩大小姐还没断奶，出门还得带着保姆。孙贺，等会儿进去，你不准帮我，我要亲自证明我的实力。大小姐，老师吩咐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走吧，我们也进去看看这场好戏。明白。收到。就这，D级副本，这才是D级副本的样子吗？汉魃，去吧。哼。触发技能，幽夜万魂。是挺可爱的，但是抱歉了。击杀8级魔化史莱姆，获得1万购买点，10年寿命。看来这趟来对了。哼，汉魃，踏平这里！击杀8级魔化史莱姆，获得1万购买点，3万年寿命，触发秒杀效果。击杀12级巨噬史莱姆，获得5万购买点，5万年寿命。击杀18级精英史莱姆，获得8万购买点，10万年寿命。什么情况？是这个副本里的 BOSS 出来了吗？这种范围的攻击，难道是 BOSS 暴走了？才刚进副本啊 ，BOSS 怎么就直接出来了？攻击那道烟风！快，你们跟上来了！天哪！是谁这么强？那可是18级的精英怪，就这么被秒了？这肯定是位隐藏的高手，要是能让他带我们通关，会省下不少力气。大家听好了，这副本里还有更强的存在。我建议跟着那位大佬走，总归能分口肉。咱们也不用拼命，有意见没？没有。大佬请留步，我们是一支 A 级精英队伍，能不能请您和我们一起组队，共同拿下这个副本的 BOSS？ 我们绝不会拖您后腿，我们一起合作共赢。哼，刚才队长不是还说我菜鸟，怎么现在又求着我来组队了？怎么是你？那个5级的新手，他身边的鬼竟然这么强！队长，我们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我们居然在嘲笑一个能秒杀18级精英的怪物的人，
击杀20级史莱姆，获得15万购买点，50万年寿命。这个赚钱速度够，寿命赚得够。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至8级，累计获得购买点300万点。还差200万就能给汉魃换上新装备了。啊！是他。走，去看看。今天你不准出手，我要凭自己的实力通关。大小姐要是受伤，老是非得要了我的命啊！哇，好可爱啊！这就是低级副本的怪物吗？大小姐小心！小心什么？这么可爱的小东西能有什么危险啊？啊，小心！怎么回事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！快救我！哟，这不是韩大小姐吗？怎么被几只小可爱给困住了？好恶心的东西啊！罗赫，你在干什么？大小姐，得罪了！大小姐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本小姐只是一时大意，被这些怪物偷袭了而已。滚开，害我丢人！怎么是被这里的野怪吓破胆，特地来找本小姐寻求庇护的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就是专门过来看你出丑的。可恶的叶一舟，你就是贼样！新手副本肯定是有人帮你才能拿到第一，我不信你在这个副本里还能这么顺利。走，我们跟上去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暗中帮他。去，把里面的家伙逼出来。史莱姆王等级20。速战速决。
也不过如此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一个人杀了这副本里的 BOSS！ 他一个新人，怎么可能单刷地级副本？他契约的这个诡异，竟然这么强大！叶一舟，你竟然契约这种等级的诡异，拿生命做赌注，估计你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哼，用性命换来这样的力量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。必须立即禀报家主，这个叶一舟恐怕比老师预想的还要危险。您的诡异击杀了20级副本 BOSS， 获得100万购买点，恭喜宿主，等级提升至10级。累积购买点500万点，6万年寿命。恭喜获得技能升级书乘1，随机宝箱乘1。终于够了，先把这个给汉魃装备上，开始吧。宫灯技能升级，幽影万魂进阶为黄泉引路，解锁新召唤位，把可召唤第2只诡异魂莲。魂莲技能1，凝真凝视；技能2，黄泉引路；技能3，百骸复苏。获得史莱姆法杖，已自动装备至汉魃，效果。火系技能伤害提升20%，是否花费500万点购买青衣？确认。汉魃装备青衣，神力恢复20%，所有技能效果提升30%，解锁隐藏属性神威。立即派人去查，凡异响之人。报告！啊，城西方向出现未知超高能反应。啊！立刻锁定能量源的精确位置。多谢主人赐意。这些都要给汉魃配齐。还有些钱，不然送姐姐一个手镯。不能让她总是想着我，也该是为姐姐付出一些什么了。叶小姐这么冷淡干嘛？不过是请你喝杯茶而已。李少爷，请您自重，我还要去医馆工作。一个治疗师能挣多少？跟着我，保证你荣华富贵享不完。手放开！小庄，李少爷，我姐姐说了不去。
谁他妈敢打老子？活腻了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我们赫赫有名的废物天才。是契约到什么了不起的诡异了？这么嚣张？哦，对了，你要是真契约了，现在也没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了吧？你们这些人渣，除了仗势欺人还会什么？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叶一舟，少在这逞能，有胆子跟我去角斗场比一场吗？姐，有没有伤着？没事。怎么不敢应战？还是说你怕了？别说我欺负你，只要你现在跪下认错，我就大发慈悲放过你的贱婢。大名鼎鼎的天才终于认清现实了。要我说，学校取消你的保送资格真是明智之举。灵气师听着挺光鲜，不就是给诡异当狗的职业吗？少爷说的对，我听说上一个灵气师死的时候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。有什么用啊？就算你侥幸觉醒3S 级，也改变不了你们叶家祖祖辈辈都是伺候人。让你姐好好看看你这个废物弟弟有多没用。你的邀请，我接受了。哎，这个咋卖呀？慢点，我跟不上你了。行，哎，给我来一点。哎，好，决斗场见。我要让全城人都看看你是怎么跪地求饶的。不过，只是打架都没意思。哼，不如我们加个赌注。赌什么？想让我留你一条狗命？赌我们彼此全部的身家，输的人名下所有资产、装备、道具，全部归赢家所有。我操！他可真敢提条件，赌上全部身家，这可比生死斗狠多了。他就是想孤注一掷，难道这个废物还能有什么底牌不成？叶一舟，你全部身家都没我这一身装备值钱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提这样的条件？你怕不是穷疯了？哼，原来在李公子心里，已经认定我会赢了。你可能会，那就是不敢接受。笑我堂堂 S 级御雷行者会怕你一个废物职业？我这一身装备可不是吃素的。叶一舟，你就等着你们全家在街上乞讨喝西北风吧。好，别高兴得太早。你决斗吧，我都迫不及待观看了。哼，我们决斗场上见。料这个穷鬼也不会有什么高级装备，就算他决斗时契约出强大的诡异，我大不了受点伤，他肯定必死无疑。一个废物罢了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欢迎来到江城决斗场。首先登场，来自江城第一高校的 S 级御雷行者李潇，以及3S 级天才灵气师叶一舟。萧哥的这件 A 级的雷鸣法袍也太帅了，肯定能把叶一舟那个废物打得满地找牙。就是叶一舟这个蠢货，敢跟萧哥赌身家，这不是上赶着送钱？宿主，你一定要没事。叶一舟，今天你必败无疑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两位选手，这是一份电子契约，一旦签订，系统将自动锁定你们名下的所有资产，败者将瞬间失去一切，净身出户以及生命，请确认是否签订。叶一舟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你在街上乞讨的样子。败者将瞬间失去一切，
净身出户以及生命，请确认是否签订。叶一舟，快签吧。请在上面签写名字。契约生成，蓝方选手李潇，锁定资产 A 级装备5件 ，C 级饰品1件，名下5套房产，个人账户余额100万金币，总价值约合1200万金币。太棒了！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赚到啊？这个叶一舟竟然穿着校服就来了，我估计他连1件装备都没有。看他这副穷酸样，连100金币都没有吧？这个穷鬼！锁定资产1件 S 级和 SS 级装备，总价值约合2亿337万金币。我没看错吧 ？SS 级装备，他该不会是哪个公会的大佬吧？这赌注也太他妈刺激了，这下可有看头了。这个废物肯定是走了什么狗屎运。不过只要我杀了他，这1亿金币就全部都是我的了。我的！决斗开始！在我领域的当中，我不会让你有丝毫的还手之力。呀！死吧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就射的什么都看不见了！天哪，那水球！萧，你就这点本事？嘿！呀！这不是怕你跑了吗？看清楚，这才是我的力量！雷击！去死吧！看吧，我的雷电专克诡异，叶一舟，你失策了。是吗？糟了，武力全被抽空了，可他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就这，现在到我了吧？谁赢了？到啊！我刚才听见李潇的声音了，这才没跑呢。肯定是叶一舟那废物被打死了。这点痛算什么？我绝不会投降。小周还活着。李潇怎么伤成这样？叶一舟也太强了吧！这种程度的爆炸，已经能对决斗场的防护罩造成威胁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厉害！李潇，你是真不要脸！人家有钱能买得起，你管得着吗？
的装备，是华夏高层暂借给李靖哲的装备。这枪给了李潇，他用什么守护北境？真是真人。好啊，叶一收，我入职以来，你还是第一个让我全力以赴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惹恼我了。领域这个东西，不止你有。少我一条性命，我是北境的边境军团团长，要是死了，你们全家都要赔死。决斗胜利，契约已生效，敌方所有资产已强制转移至您的名下。你击杀了李潇，获得敌一6000万购买点。我还以为世上没有转机呢。啊！李潇拿着高层暂借给他爸的装备，结果就这么死了。念珠也太强了，完全是碾压啊！我说过了，我就是去赚点零花钱的。你看，我这不赢了吗？以后不准这么冒险了。好嘞，姐。怎么回事？封锁全城，最高战备状态，通知城守，通知军方。就说僵尸即将迎来灭境之。有大警报！我操！你们看天上！是高阶强者，这个乌鸦至少是60级以上。那是北境的边境军团团长李景哲。小周，你闯大祸了。没事，姐，天塌下来有我扛着的。李正，就是你对吧？你放了，快走！那是李靖哲60级的杀神，他会把这里夷为平地。你要让所有人都给你陪葬吗？你是说，那个觉醒 SSS 级的灵气师自己一个人通关了地级副本？是的，团长。这是一个天才，找到他，我要全力培养。团长，李靖哲的儿子被杀了，现在要决斗场上的人陪葬。谁敢杀他的儿子？叫叶一舟的。什么？快阻止他！绝不能让他毁了这个人才！哼，不行，我要亲自去。快跑！注意安全，快跑！快跑！小周，你要去哪儿？没事的，姐姐。快跑！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。啊！是口天云，羽魔主。他和李靖哲不应该都在驻守边疆吗？都跑到咱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。就是你杀了我的萧儿。老乙，我要你给我儿陪葬。陪你儿子陪葬？在这之前，你还是先把你在决斗场造成的损失赔偿。没人教过你，弄坏东西要赔偿。小祖宗，快闭上你的嘴，赶紧逃命去吧！还想逃命？完了！完了！
完了，我的小祖宗们！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有人来救他。没死，怎么活下来了？是韩团长，韩团长来了！恭迎韩团长。好小子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这股心性，即便是青离也不具备。韩振月，这个小畜生杀了我的儿子，他必须死！这里没有你的事。江城孔家的小姐，多年不见，难道不记得我了吗？韩团长，你此次出手护住这小畜生的事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接下来的事情，还请你不要插手。两位在我镇守的城市中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难道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生死状是白纸黑字公证过的，流程上挑不出毛病。这个人我必须保。你们俩要是不服，尽管去上面告我。仅仅是比我高1级，就具备这种实力。韩团长，杀子之仇不能不报，我要和他再上一次决斗台。跟我决斗？你？对，就是我。我若赢了，要你和你身后那只诡异神魂俱灭。小周，不要答应他，他们都是疯子。李行者，你让我和你决斗，凭什么？就是和他决斗啊！凭什么？你一个60级的御雷行者，让人家一个10级的还没参加过高考的学生和你决斗？怎么，你们家是流行车轮战吗？儿子打完爹来打，我赢了反倒还没面子了，恕不奉陪你们这祖传的送死手艺。少废话！这个韩振月竟然给他压下一头，看来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我拒绝决斗，军法规定，无令离手即是叛逃。他们2人知法犯法，在安全区行凶。韩团长，这事你管不管？我的小祖宗们，快闭上你的嘴巴！你看李经者的那个眼神，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剥。李经哲、孔庭云，你们2人既然让小辈对你们进行指控，还不赶紧收拾回去？我们会向上面解释，但杀子之仇绝不能就此罢休。叶一舟的指控全部属实。李经哲、孔庭云，你们擅离职守，滥用职权，在安全区制造恐慌，企图谋杀公民。现在我宣布，即可撤去你们所有职务，押送镇魔塔，等候军法审判。带下去。小子，别太得意，规则算什么？我直接给你开个10亿的3S 级悬赏，看全江城的猎人怎么陪你玩。好好躲，千万别让他们太快找到你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江城以后再无宁生了，以后生死决斗，谁还敢来我这决斗场？10亿金币，那可是10亿金币，足以买下江城最繁华的生意街。暗网上已经能看到悬赏了。小子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韩团长，接下来我要去失落城堡，那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，只有变强，我才能在江城站稳脚跟，才能保护我和我的家人不被人追杀。好小子，够有胆量。小周，你又要去哪儿？我不能再放任你这么胡闹了。姐，我现在身上背负悬赏，回家只会给你和老妈造成危险。等事情解决完，我就会回去。
把他杀了，咱们拿他的人头去平分奖金。动手！这个叶一舟果然不简单，竟然能一路走到这里。其他赏金猎人呢？难道没有人对那10亿赏金动心吗？老大，那个叶一舟过来了。还是老样子，按计划行事。就说他体力耗尽，有人愿意合作，我们愿意无偿给破灵符。干嘛？我们安排的人手怎么这么快就被……老大，光靠我们埋伏的小子已经不管用了，只能直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。走，直接去唤醒古龙。行动。我靠，回到血龙的出手了，这拿出来 A 级的霍灵符。霍灵符，想要利用唤醒古龙来杀我，有意思。总算来了个稍微聪明点的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不能！哎，好像能进去了！快！击杀了等级22盔甲骑士，您获得购买点22万元，寿命3万年。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18骷髅兵，您获得购买点18万点，寿命2万年。打完这个大家伙，打完了应该就能给汉板买些装备了。快点，下面那帮废物撑不了多久。老大，好了。干得好，我们撤！快进去！嘘，久等了。啊！来得好，这大家伙应该值不少钱。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25的副本 BOSS， 您获得购买点1亿点，寿命10年。您的等级提升到13级，恭喜您首次通关副本，获得手通奖励，随机宝箱立即成金。1亿点，足够给汉板买装备了。
久等了，巨龙先生。别急着走啊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出来吧，别躲了。不是喜欢在暗网上发消息吗？给你个机会，站到我面前来，说说你的感想吧。怎么还要我请你们出来？叶一舟先生，我们只是想和您交个朋友，还请您别介意。交朋友？你这交朋友的方式还挺别致，想让那几十个废物跟我拼个两败俱伤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，是吧？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，但我许龙在江氏的地下世界还算有些人脉，我可以帮您搜集情报，处理那些不能放在台面上的问题。停，我需要你帮我处理。这帮蠢货不是自己送上门了吗？杀呀！给我杀了！他在 BOSS 房。没有那个吓人的玩意儿了，快准备破灵符，只要他再开出领域，100亿马上就是我的了。许龙老大，你不是说他快死了吗？他肯定是想独吞赏金，你是和那小子有什么交易？一起上，杀了他们！赏金咱们平分。唉，一个个这么着急投胎，那我只好送送你。啊，是领域，快用破灵符！不对，这破灵符没用。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28赏金猎人，您获得购买点1000万点。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29赏金猎人，您获得购买点9000万点，寿命100万年。这才对嘛，这才配得上刷这个字嘛。许龙先生，你看我像是快死了的状态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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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我错了，放我！我快下来！饶命！你刚才不是挺得意的吗？虚虎吞狼，坐收渔利。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对不起。放了你也不是不行。想活命的话，就给我当狗。狗？对，听话懂事，绝对忠诚的狗。我看你就挺专业对口。我就是您最忠诚的狗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向西。我们也是您的狗。很好，很有精神。给你们安排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从这个副本里出去，告诉外边的人，你亲眼看到我跟古龙两败俱伤，侥幸获胜，但我已经重伤垂死，在这城堡里苟延残喘。不用管他们信不信，你只负责把消息散出去，让他们觉得只要再加把劲，就能拿到100亿，演得逼真一点，懂吗？全懂，全懂。
保证不让您失望。血气灵符。别想着逃跑，不管你们在哪，只要我想，你们就会爆体而亡。不敢，不敢。记住这一点。行了，快去吧。办好了有好处，搞砸了就死。快走，快呀！这么多人进去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肯定是出事了。快问问他里面怎么回事！里面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兄弟进去又没气了，那个叫叶一舟的呢？都死了。那小子和古龙同归于尽了，我亲眼看见他炸了一个诡异，古龙死了，他也受了重伤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本来想上去补刀的，但是剩下的诡异太厉害了，兄弟们都死在里面了，我们小队拼死才逃出来的。你一个高级子，会怕一个高中生的诡异？你懂个蛋！那是领域，火灵符根本没用。那之前的上百，一下子全冲进去了，这赶上那小子让诡异自爆的时候，全都给插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么厉害的，太危险了吧！妈的，一个高中生而已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还能翻起什么浪来？那可是100亿呀，后半辈子可以无忧无虑了。兄弟，最好多带点人去，别给他喘息时间，直接围攻他。多谢，我记下了。来，围过来。快去！老大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找个地方待着，然后把这个消息传遍江城。嘿嘿，熊，他都这么说了，那肯定是真的。再等下去，连汤都没得喝。哎，嘿。兄弟们，走，去失落城堡抢钱去！进来。团长，出事了！根据情报显示，全城地下组织至少有70%的30级以下赏金猎人都在失落城堡聚集，初步估计已经超过1000人了。起因是 A 级刺客许龙发在暗网上的一则帖子，声称叶一舟在失落城堡和 BOSS 两败俱伤，重伤不起。真受重伤吗？有意思，这小子胃口可真不小。团长，你是说这消息是假的？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苍蝇已经聚集起来了，就看叶一舟会怎么办了。那我们需要干预一下吗？没必要，江市的地下有太多老鼠了，现在机会难得，传我命令，城内守军封锁住失落城堡周边3公里范围，只能进不能出。另外，把所有进入副本的人的信息记录下来。是。可是团长，如果叶一舟真的顶不住怎么办？一个连这都顶不住的灵气师，没资格让整个华夏投入那么多资源。是，团长，那我先退下了。唉，叶一舟啊，叶一舟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
终于到了这座城。杂鱼罢了。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进去？别急，让这帮蠢货先进去探探路。哼。领域展开，快看，前面有光！还好，怪不得之前都把它吹得太过了。快看上面！啊，什么？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29赏金猎人，您获得购买点1500万点。您的诡异击杀了等级26赏金猎人，您获得购买点2000万点。寿命10万年。已经10多亿购买点了，应该够给你买一身顶级的装备了吧？不过，好像还有更大的鱼呢。嘿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咱们还进去吗？王八蛋许龙，他骗了咱们，那小子肯定跟他是一伙的。这里是江城守军，失落城堡副本暂时关闭，立刻离开警戒区域。再重复一遍，立刻离开。长官。副本里面出大事了，进去1000多人，没一个出来的。肯定是那个叫叶一舟的灵气师，把所有人都杀了。您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团长，前线已经稳住，但情况比预计的要糟。根据现场人员描述，进入副本的小队恐怕全军覆没了。啊？什么？全军覆没？是的，团长。据统计，从下午到现在，总共1869人进入副本，无一生还。胡闹！一个10级的灵气师，怎么可能杀得了包括好几支30级精英小队在内的1800多人？李营长，话不能这么说。灵气师这个职业不能按常理来推测，他们强大与否不在自身，在于他们所契约的诡异。那也不能肆意屠杀！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悬赏反杀了，这是反人类！没错，这太危险了。这么强大的力量落在一个高中生身上，根本不可控。我们无法预知以后会发生什么。我建议立刻将此人收押。是啊，太危险。同意。没错，得收押。这样就不是。哎，据说就应该这样，控制一下，要不然无法无天了，对吧？是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监管收押叶一舟，他所有杀戮的行为都是在允许自由攻击的副本里进行的，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，为什么要对他进行干涉？团长不一样啊，那可是1000多条性命啊！哼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，而且以一己之力反杀1000多要取得性命的赏金猎人。你们不觉得这是个天才吗？明明他才是国家应该保护的人才。可是，好了，不必再说了，我们只需要看着就好了。如果他真的是个可塑之才，也是我们江氏的荣耀。如果真的像你们说的一样不可控，国家自然会出手。散会。虽然已经见识过他的强大了，但毕竟是2000多人，真的能行吗？他好像出来了。
各位好快跑！叶老大，您出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你做得很好，暂时可以不用死了，滚吧。谢谢大哥，我这就滚。您好，叶先生。什么事？我们是江氏守备军的第7营3连的，奉命来保护您的安全，请上车吧。守卫军，我目前应该还没有弱到需要你们来保。叶先生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护送你，我们会跟在你后面，请您见谅。无所谓，别靠太近，影响到我就行。走，跟上，保持警戒。30亿的购买点，该给汉巴买点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古龙的宝箱好像还没开。这可太有意思了。竟然是龙魂之心！这颗龙魂之心只能治疗一些极为古怪的伤，而且需求量巨大。但若是让工匠把它做成饰品，却极受世家豪门的喜爱。成功装备 A 级温灵玉佩，汉拔神力恢复50%。想要提升实力，还是要在汉拔身上下功夫。这颗龙魂之心对我没什么用，看来只能去一趟云雀国际中心，找个商家给他出手。出租车，去云雀国际中心。这个小伙子长得怎么那么像那个杀了华夏战神儿子的那个人？不过那个人光是身上的装备就价值2亿，有那个身价，不会在大街上当出租车吧？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一定要把龙魂水晶卖个好价钱。他应该是想把在失落城堡里获得的装备和宝物全部打包卖出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保障他的安全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连保安都是40级的强者。是看这啊，真正真好看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好看。这是确实这是龙魂之心？不对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块？这不可能！先生，您看到这块水晶，的确是一块龙魂之心。能买下这么一大块的龙魂之心，想必其财力是真的可以用富可敌国这4个字来形容了吧？而且这枚龙魂之心可是韩团长的战利品哦。啊，跟韩团长有联系？这怎么说？嘘，失落城堡曾经是60级的水平。60级？那即便是现在的韩团长，
想全身而退的话，恐怕也有不小的难度吧。是这样的，当时的韩团长不过才50级，便与2位好友深入其中，3人都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而且副本当中并非只有他们3人，还有韩团长的2位宿敌，甚至暗中使唤醒了隐藏 BOSS 尼德霍格来对付韩团长他们3人。失落城堡竟然还有隐藏 BOSS， 这个拗口的名字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尼德霍格虽然是一条巨龙，但是却拥有着堪比人类的智慧，其等级更是达到了恐怖的60级。那后来如何了？当时下副本便是韩团长提议的。快点闪开！最后也是韩团长站到了2位好友的身前，将尼德霍格彻底击败，掉落了这颗龙魂之心。韩团长因此受了很重的伤，几十年间实力提升的也越发缓慢。那韩团长的那2位好友呢？还活着！龙魂之心，我们拿到了，是我们那2位好友凭借在副本里得到的装备和宝物，成为了屹立于华夏之巅的8阶强者，并且因为韩团长的缘故，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江城。破月刀曾是韩团长的兵刃，但他透支天赋后便再无资格使用它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地震了！跑啊跑啊！快跑！快跑啊！这是地震了！韩小子只会叫人吹牛，若是真的有所谓的8阶强者守护江城，我怕是刚到江城便被抓起来盘问了。一出手就解决了40级的保安。我解决完这小子，就去拿龙魂之心。你去外面守着，不要让其他人进来。老鬼，下手轻点儿，不要捣碎了龙魂之心。领域开！寇老鬼竟然被这小子拉入精神领域里了！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使用精神领域，真是分不清形势。我对领域的掌控还是太勉强了。自失落城堡一别，已经20年未见了。
李兄和孔兄真是风采依旧啊！韩振岳不是受了重伤，天赋大跌吗？凭他 A 级的天赋，凭什么能操纵破月刀？我们被算计了。他从一开始就料到我们旧伤难愈，终会为龙魂之心自投罗网。不过今日只有他一人现身。我拦住他！嘿，你赶紧施展秘法，收纳龙魂之心！嘿！哦！哼，想的倒是挺美。龙魂之心，我必须带走。哼，那就试试。这么多年，还是那些伎俩。到我了，等他完全被冰霜包裹，手到戒指里了。你做梦！晚了。龙魂之心到手了，赶紧撤！这些年他进步缓慢，实力远远被我们落下，看来确有此事。诸位，后会有期。韩队长，小周啊，我知道你此行的目的，让本团长最后帮你一次。您的意思是？你从失落城堡中带回的龙魂之心呢？赶紧拿出来吧。给您。这是江城最后一颗龙魂之心了。先到先得。哦，我去！先到先得，还不赶紧抢啊！嘿嘿嘿，哎，怎么会？快进去！走，进去！让一让！请让一让，韩团长，多谢你了。啊！没想到那么一小块龙魂之心，竟然卖了10亿，是时候该给汉魃置满身装备。赤焰黄帝镯，此乃汉魃前世身为天女魃时，皇帝为其铸就的降魔神兵。皇帝为其铸，就是他了。太好了，汉魃的神力又恢复了一些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孔庭云、李惊蛰，你们罪有应得，我倒要看看你俩还有何话。快看，那个就是叶一招，
他过来了！不是说是个混世魔王吗？怎么看都只是个高中生。岳先生，你好，请问这是门前不明小青年人后有什么感言？有感想吗？没有感想。这两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就跟大街上的疯子一样。你家里要是出了这事儿，比他们还惨呢！太惨了！小点声，瘦子的骆驼比马大，别被人听见了。畜生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我要弄死你！现在开庭。被告人李敬哲，军队编号6485，原西部战区雷电特工团团长，军衔少将，等级70级，职业御雷行者，身份信息是否属实？是。被告人孔庭云，军队编号0861，原西部战区明双战团团长，军衔上校，等级69级，职业血域魔主，身份信息是否属实？经江市守卫军团和华夏联盟最高军事法庭联合调查，罪状一：擅离职守。被告人李京哲、孔庭云于旋吉利2349年7月18日擅自离开西部战区防线，返回江市。罪状二：滥用职权。二人返回江市后，在公共场合公然释放威压，造成大规模恐慌。罪状三：危害合法公民人身安全及公共安全。二人因私人恩怨，意图对华夏合法公民叶一舟进行攻击。审判长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叶一舟，我们的儿子不会死，我们也不会触犯这些法律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杀人偿命，他杀了我儿子，我杀他有什么错？诡辩！你是说因为你儿子死了就能无视法律吗？因为你儿子死了就能危害上万平民的生命吗？你忘了你身上的军装所代表的是什么了吗？至于你李潇和叶一舟的决斗，公民叶一舟，请你出示一下你和李潇的决斗公证文件。好戏该开场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小儿他怎么会签这种东西？怎么会？人证物证俱齐，被告人李京哲、孔庭云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认罪。我认罪。经华夏联盟最高军事法庭裁定，被告人李京哲、孔庭云3项罪名成立，判决如下：第一，责令二人赔偿其对江市及市民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，共计9000万联盟有限点，即日执行。第二，剥夺二人所有荣誉及勋章，军衔一律降为列兵。第三，判处二人发配至北线矿区服役50年，没有命令不得离开。你们好狠的手段，这是要把他们往死里整啊！与世隔绝50年，这不就是给老虎拔了牙吗？再厉害的人也跟不上时代发展了。真是飞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好可怕的气息！这股气息至少是70级以上的强者。既然是厉家和孔家的老祖，竟然出关了！你们受苦了！爸，你要为我做主。那个小王八蛋杀了咱们的小儿。大胆子！
竟敢擅闯最高军事法庭！我们李家和孔家为华夏流血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撒尿和泥呢！你们有什么资格为了一个毛头小子审判我们的人？有你在，今天谁也动不了。这死刑是商场里那。BOSS， 你们要造反吗？好一个造反！我就问你，这个判决你收不收回？华夏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，今天就是杀了我，也绝不可能更改。韩振岳！团长！韩振岳，你确定要保这个小兔崽子吗？跟他无关。你们跑到我负责的区域内公然行凶，还要杀我们的公民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废话少说，我们今天来，就是为了带走我们的人。你一句话放不放人？不然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那我倒想看看你们打算怎么不客气。哼！韩振岳，你少猖狂！现在可是4对1，难道你指望那个小兔崽子帮你吗？叶一舟，过来吧。4对2好像也不太公平。这样吧，老秦老楚还打算看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杀神堂，楚瀚海，哥几个，秦踏邪。这不有长虾吗？你看到了吗？天哪，怎么做的？他们难道就是传说中华夏的顶级强者？错不了，杀神堂堂主和哥几个阁主是军队内部才知道的消息。也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韩振岳除了担任江氏守卫军团长一职之外，也是联盟内阁的首席咒术师。而我们3个在万族战场上一般被叫做铁三角，现在是4对4了。如何，二位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给他们法庭污点都掀了，叫误会。法官都让你欺负成啥样了，这叫误会。行了，老楚，下手轻点，还有别的账要跟他们算呢。韩兄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我们也为华夏流过血呀。那云雀国际中心的龙魂水晶这件事怎么算呢？我们认罪。辛苦了，法官大人，请继续程序吧。现在审判继续。李坤宇、孔望月2人无视联盟法度，攻击最高军事法庭，构成抗法罪、劫狱罪，还有抢劫罪。这2个人强抢云雀国际中心的龙魂水晶，我作证。我也作证。以及抢劫罪，4罪并罚，判决如下：第一，责令2人共同赔偿联盟以及公民的精神损失费、维修费，共计10亿现金点。第二，即日起剥夺李家、孔家在军队和行政机构中所有职位。第三，判处李坤与孔望月2人押往万族战场前线，杀敌不过100年。你们可认罪？我们认罪，认罪。悬赏是不会结束的。叶一舟啊，今天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我只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小，若非您的2位兄弟出手，
我怕是要丧命于此了。不过我看你刚才好像并不害怕的样子。刚才那2个人进门口的时候，我的旱魃就感受到了您和您2位兄弟的气息，所以我并不担心。好小子，好样的！不过你日后也要小心行事。在江市，我能保护你和你家人100%的安全，但是出了江市，我便无能为力了。你要迅速成长起来。谨遵您老教诲。今天已经开始高考了，说到高考，我就得和你道个歉了。本来你应该不用参加考试的。韩青林虽然性格不太好，但确实很优秀。而且如果不是他，我想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就送到这儿吧，好好回去准备准备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。行了行了，不用这样。我呢，打算再给你布置个任务。一会儿我要去万蛇石窟参加高考，你就帮我把这个消息散出去，越大越好，懂吗？懂，全懂。行了，忙你的去吧。清静真舒服，今天应该会有点意思吧？哼，不知道这次你们又能给我送多少购买点呢？哼，他真的一个人进去了，太狂了！别冲动，万蛇石窟里的蛇可不是吃素的。那小子没有任何准备就直接进去，肯定得吃亏。等他跟怪物拼个2败俱伤再。什么东西这么柔软？啊！击杀25级冰灵毒蟒，获得购买点13500，寿命加20万。不错，现在刷这种副本果然轻松。击杀26级沼泽巨蟒，获得购买点14000点，寿命加30万。击杀21级虎毒水蛇，获得购买点15500。这感觉也太爽了，简直就是白捡购买点，寿命堪比无限。提升至15级，综合属性大幅提升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气息太恐怖了，我们快走吧！走，那可是行走的金山，它现在消耗巨大，这正是我们的机会。你们想死别拉着我，那种力量根本就不是我们能给予的。可是，等他把这片沼泽清空，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。什么情况？好，兄弟，快撤！浪费时间，走吧，汉魃。是。
该去办正事了。藏得够深的，终于找到你这个大家伙。快，再晚点，汤都喝不上了。那小子进去这么久，又被之前的兄弟消耗，肯定已经是强弩之末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万世石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森林被烧成了这个样子，寸草不生。这真是人类所能为的吗？这杰作，莫非是里面那个叫叶一舟的小子弄出来的？放屁！他一个刚觉醒的灵气师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毁天灭地的本事？肯定是副本里诞生了什么新的恐怖怪物，或者是某种天灾现象。怪是蛇怪，那小子正跟他缠斗。没错，这可是高考副本，进来的天才不少，弄出这动静的未必是那小子。既然他正在跟怪物厮杀，肯定消耗巨大。我们这里哪个不是30多级的好手？他一个低级灵气师，就算天赋异禀，连续召唤、战斗，生命力还能剩多少？必须赶在他被怪物耗死，或者杀掉怪物恢复之前，用他最后的价值捞一笔大的。目标沼泽深处。上啊！他还在清小怪，肯定是在为打 BOSS 做准备，消耗绝对不小。他身边就一个诡异，气息都内敛了，肯定是强弩之末在硬撑。机会，天赐良机！兄弟们，上！冲啊！冲啊！上来！这么多来送死的。那是什么怪物？魔鬼！快逃啊！不取我们的赵哥的！这一定撑不住了，这是最后的反扑，许上他必死无疑。真是一帮赶着送死的人。您的诡异击杀了大量赏金猎人，您获得购买点100万点，寿命加100万年，
看来这趟赌对了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。杂鱼清理完了，现在该你了。闯入者就化为石像，永镇于汉拔，不要贪玩。射。您的诡异击杀了30级领主 BOSS 9头蛇妖，您获得购买点加500万点，寿命加10万年。10万年！恭喜您完成万蛇石窟副本首通，额外奖励购买点加200万点，稀有道具蛇神之气乘1。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至20级，全属性大幅提升。您在本次高考中表现卓越，总积分已锁定榜首。恭喜您成为本届高考状元。成功装备 S 级剑寒巨镯和 SS 级连环耳环，汉拔实力恢复100%。检测到上古神格苏醒，汉拔降神印变化为本命神器九凤玄天印。黄金神汉拔结束。这个什么小药？刚接到的绝密消息，美丽国派来的毒蛇小队10分钟前全部失联，能量毒素突破临界值，疑似有未知等情况，即将破坏屏障。所有学生是否都已经撤退出来了？所有学生均已撤退，只是叶一舟还没出来。莫非是那小子也把里面全都清场了？如果里面出了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怪物，就地斩杀。叶一舟肯定死在里面了，那么多追杀猎人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是啊，里面还有妖兽，肯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天才少年就要在此陨落了吗？叶一舟，我还等着看你狼狈不堪的模样，没想到你连活着出来的机会都没有。快看，有人出来了！
叶一舟，你还活着？啊？什么情况？他怎么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就这样悠闲地走出来？怎么，看到我没死，很失望？庆祝我也不用这么大阵仗。你没事儿，其他人呢？那些挡路的蝼蚁太吵，我就顺手都清理了。天哪，那么多的高等级杀手，竟然被叶一舟全杀了！逆天，这还是人吗？本届考核，首位通关万蛇石窟的是叶一舟个人积分破历史记录。在被全球通缉的情况下，还能刷出副本。你杀的那些人中有毒蛇的人，这是美丽国派来的组织，他们睚眦必报，你一定要当心。那就让他们多来几个，我还能多赚几个钱。还是年轻气盛，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凶险。我进步很快啊！流水战神回来了！真的是他们回来了！战神，看我！战神，我崇拜你好久了。到了，终于到了。真是到哪儿都能碰到晦气东西。哼！京都职业者联盟，我来了。